女性刚答应倾心男友的婚事，却很快与其队友共度良宵。翻看着男友的短信，再次陷入激情。蔡月是办公室里的精英女性，也是篮球队啦啦队的灵魂，而她的男友直辉在关键时刻总是表现失常的篮球运动员。他们有个约定，球队夺冠即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结果不出所料，直辉表现不佳，球队大败。这场失利也使直辉面临合约终止的风险。年薪大减的他开始考虑其他选项，考虑转会其他球队，但实力平平让他屡遭挫折。某日，蔡月在办公室迎接了一位新队员，其不正经的气质显而易见。他直言不讳地调侃蔡月，询问她的身材尺寸。这种无理行径却触动了蔡月的某些情感。在篮球场的设备间首次见面就玩起了游戏，这种充满暗流的氛围让在场人士一头雾水。他还提议来一场1对1的比赛，了解球队实力。刚被挑战的直辉当然不会错过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于是向教练提出挑战，先进5球者获胜。激烈的交锋之后，比分锁定在4比1，男主再遭败绩。在新队员的欢迎晚宴上，公司高管齐聚一堂，蔡月也试图联系直辉，希望他能出席，并向上级表达歉意，尽早确定续约合同，以免陷入无依无靠的困境。但直辉坚决拒绝。回到家，望着之前精心准备的求婚戒指，直辉终于心生动摇，若真失去打球的资格，他与蔡月的婚事似乎将成泡影。思及此，他匆匆离家赴宴。而此时的蔡月以借出差为由提前告辞，却被跟踪者阻挡了去路。女子在街头与他人恣意纠缠，而她的男友身着绿衣，骑车从2人身后掠过。直辉这个篮球废材，为了与兼具智慧与美丽的蔡月结合，即便心有不甘，也接受了球队降薪的续约。他未曾料到，在他向上司深鞠一躬时，蔡月已与新队员纠缠不清。直辉推着自行车经过附近公园，他常练球的场地现却是一位拉琴的女性占据。随着琴声的终结，他不禁为她鼓掌。这位名为栗子的女性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，从2流音乐院校毕业，刚搬到这个社区，在一家书店与好友共事，音乐梦想遥不可及，甚至遭受前辈的骚扰，企图以专辑机会诱惑他。栗子注意到后面的直辉持球站立，局促中表达了歉意，准备离去之际，直辉的投篮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觉得他们曾有过交集，但直辉未有记忆，不知他曾在公交车上拾得他的手机，即便是伪装的篮球运动员也没赶上公交。最后是队中的川崎教练帮他找回手机。正是这次邂逅，使教练对栗子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而在此时，2位在篮球场上懊悔的青年彼此的相似遭遇，让他们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。女子刚结束了一段短暂的恋情，望着还在床上沉睡的男子，轻蔑地扬了扬眉，起身离去。蔡月是位敏锐而高效的职场女性，担任公司篮球队啦啦队的领队，而她的男友直辉是那种关键时刻会失误的篮球运动员。在众人面前，他总是给人以温和可爱的印象，却在背后不忠，甚至面不改色的应邀参加道辉的家宴。还记得为道辉妹妹带上迟来的生日礼物，直辉的家人对这位细心有礼的蔡月十分欣赏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趁机在男友家的一个角落接起了朋友的来电。晚宴过后，直辉伴着蔡月不出门外，2次的告别之吻似乎未能让蔡月心满意足。他匆匆送走直辉，独自走到街角，熟练地拿出烟来吸了起来。对男友的温柔关怀反而让他感到疲惫不堪。而另一位女主角栗子在与川崎教练的几次约会中，也体会到了成熟男性的吸引力。尽管关系尚未明朗，但她开始期待着在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能够有一段顺利的恋情。随着在公园的偶遇次数增多，栗子和道辉渐渐变得亲近。他们虽未交换名字，却如老朋友般时常分享各自的心声。在公司的安排下，直辉的球队即将进行一场练习赛，栗子应邀与闺蜜一同观战。她惊讶地发现替补席上的8号球员竟是直辉，内心疑惑，他技术不错，为何总是坐在替补席？比赛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，在川崎的战术调整下，直辉得以登场，但因状态欠佳而屡屡出错，即便是擅长的投篮也失准。因与蔡月配合不畅，连不懂篮球的栗子的朋友麻衣也禁不住发表了批评，赢得了罚球的宝贵机遇。可直辉的表现令人唏嘘，手球不幸弹框而出，第2投也似将告吹。观众席的栗子情不自禁站起斥责，他的吼声似解开直辉心中的枷锁。随后的比赛，他焕然一新，投篮如同狂风暴雨般精准，甚至还投中压哨绝杀。而栗子以窘迫地逃离了现场，直到黄昏时分重逢于篮球场。尽管尴尬，直辉仍感激他的鼓舞，感激他来观战。这时，孩童们欢聚一堂，点燃了七夕祈愿的树，在浪漫的烟火中，并邀请他下次正式比赛的时候，栗子与直辉终于真正相知。女子提出共度良宵的邀请，男友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。争论升级，由共勉引发爱的质疑。蔡月心中一直有个疙瘩，直辉不常留宿，但这并未阻挠他与新球员的暧昧，而直辉对此尚浑然不觉，甚至在与栗子饮酒时赞叹蔡月无瑕，自嘲未能让他幸福。这时，一群单薄的壮汉拖来满载废电器的车，
准备丢弃于球场，指挥尝试制止却无果，只得迅速报案。幸运的是，问题迅速得到处理，但栗子因空腹激烈运动几近呕吐，酒劲上头的冲动女孩栗子看不过眼，无奈之下，指挥只得背她回公寓。公寓内的混乱让人啧舌，他为保持形象，迅速整理起杂乱无章的屋子，甚至还走进厨房开始烹饪。清晨，麻衣结束乐队练习归来，目睹眼前的景象，他感到震惊。平日里随意的栗子不可能独自完成这样彻底的清洁。醒来时，栗子发现厨房里摆放着美味的法式吐司。回忆起昨夜的种种，川崎教练和球队成员一同参加麻衣的演出，为他加油。演出结束后，大家聚集酒吧庆祝。栗子抓住机会对道辉表达了感谢。欢迎会也在同一酒吧举行。栗子这才得知蔡月是直辉的女友。川崎不待栗子答复，就向大家介绍栗子是他的女友。于是几人的关系变得明朗。但曾经被背叛的栗子对新认识成熟的川崎缺乏信任。他告诉川崎，不想急于确定关系，需要时间更深入的了解对方。川崎虽然失望，只能同意他的请求。道辉编了个不舒服的借口，实则不想与蔡月在一起，独自回家。面对蔡月的邀请，两人聚少离多。这个夜晚，大家都为情所困。为了放松心情，同时为了和栗子有更多互动，川崎计划了一个海边的团队活动。对宇都宫队长心存感激的好友麻衣，为了获得更多关于他的信息，在栗子同意后，邀请了无家可归的队友秀智。没一个人闲着。住进公寓的储物间，闲聊时，栗子和直辉正要交换电话，却被队友秀智打断了。栗子惊喜地发现，他捡到的手机正是直辉的，那颗未曾意识到的心动，在这一刻萌芽。尽管如此，直辉的心依然牵挂着女友，只想着蔡月。他决定发信息给蔡月，期望今晚能有个深入的交流。未曾料到，此时他的睡觉邀请遭到拒绝，别的男人却在执行这个邀请。毫不知情的直辉还不明白自己已被戴了绿帽，连旁观者都看不下去。那女人刚与人暧昧完毕，就给她的官方男友发信息，邀请他晚上到他家坐坐。由于昨晚莫名的争吵，好人道辉心情沉重。直到海滩团建结束，他终于收到了蔡月的回信，急忙往女友家赶。蔡月为昨晚的言辞过激向直辉致歉，再次巩固了他完美女友的形象。道辉也终于释然，决心振作精神，尽快实现对女友的承诺。但就在他鼓舞自己的同时，在桌子下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一只脏污，似乎长时间未洗的男士运动护腕。直辉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但他并未当场询问。自从栗子知道捡到过直辉手机之后，未曾察觉的情感开始萌芽。在与直辉一次次愉悦的接触中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喜欢上了这位有女友的男子。而川崎教练的激烈追求也让他感觉不再那么轻松。尤其是在篮球队的粉丝见面会上，川崎教练的大学同窗出现了。川崎曾是名声不佳的花花公子，但因父母催促打赌要在夏天前确立稳定关系，栗子知晓后非常愤怒，质疑川崎的可靠性。直辉恰巧路过，目睹了这一切，而他对自己的境遇浑然不觉，却还在关心别人的爱情问题。从嘴贱的同学这里听说，直辉向栗子保证，川崎教练并非不可靠之人。直辉劝他们先冷静下，再好好沟通一番。在他的宽慰之下，栗子逐渐平复了情绪，但显而易见，他的笑容与教练毫无瓜葛。那日，直辉陪伴家人逛商场，挑选母亲的生日礼物，意外地看到了在此演出的栗子。回想起栗子曾羡慕别人演奏会上的鲜花，他便走进了旁边的花店。但当他带着花出来时，却目睹川崎教练手捧巨大的玫瑰花束走向舞台，而自己手中的向日葵似乎只能代表友情与支持。感到自己的花束突然变得多余，遂将向日葵随手送给了旁边的小男孩。与此同时，球队的同伴们在酒吧里观赏着日本篮球代表队的新闻报道。新闻中，一名球员因脚踝受伤接受治疗，蔡月不禁为他的伤势感到担忧。直辉看着手臂上那不太干净的护腕，终于忍不住向蔡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蔡月解释说是在公司遗落了护腕，只是暂时寄放在这里。队长宇都宫和代代木双双入选，但这完美无瑕的谎言仍在直辉心中播下了不安的种子。几天后重返球队，面对道辉的关怀，他依旧高傲自大，但出乎意料地说了一句只有观众能理解的话。直辉显然不懂，但他很快就会明白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遇到了正打算外出约会的栗子，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。直辉告诉他，他和川崎教练的误会已经解除，并在演奏会上收到了教练送的花束。但他最高兴的是，一个小男孩送给了他一朵非常可爱的向日葵。直辉没想到自己的花最终还是送到了栗子手中，心中暗自高兴。两人之后互相勉励，一定要为了梦想坚持到底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绝不放弃。然而告别之后，直辉回到训练馆，却目睹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一幕。此时无需再提梦想，生存本身似乎成了累赘。这对男女在公众眼前不顾一切的亲热，却未曾想到女方的男友正站在他们后面，默默目睹这一切。蔡月为了安抚受伤后心情暴躁的朋友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动吻了上去。经过短暂的缠绵，不知何时，
折返的男友直辉已在门口目睹了这场背叛，目睹道辉愤然离去的背影，蔡月这才反应过来，推开了情人追了出去。但这铁一般的事实让他难以辩驳，只得假装哭泣以博同情，甚至厚颜无耻地装作一切与己无关。面对这尴尬局面无法收拾，直辉只得独自一人离开，前往小球场。一旁的代代木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黎明时分，散步的栗子在长椅上发现了熟睡的直辉，忍不住想要拍照留念，却被朋友麻衣撞见。麻衣早已察觉栗子对直辉的感情超乎寻常，但栗子仍不愿承认，毕竟直辉并未单身，一旦坦白，可能会失去这位互相鼓励的朋友。栗子在麻衣面前删除了偷拍的照片，坚称自己会将情感投向川崎教练。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就这样延续至篮球队集训。密集的训练使他们无暇他顾，被迫共处一室的尴尬却让人感到不快。不可避免的，他们讨论起了蔡月的出轨事件。虽然早有所觉，但扎辉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关系竟是在自己初次一对一败北的那天开始的。直辉最终下定决心要和蔡月澄清二人之间的关系。蔡月早已对直辉心生不满，直辉口中挂念的篮球梦想，在蔡月看来不过是缥缈的空谈。一个未知的未来对他而言已足以摧毁所谓的爱情，同时他也必须面对男友的自卑情绪，让他倍感疲惫。尽管蔡月直言他并非真心喜欢他，享受的只是与他相处的自在和那份精神上的愉悦，即使这样，他依旧不愿与直辉说再见。回忆与蔡月的点滴时光，他们曾真切地感到快乐，坚定不移地追逐梦想，只想为他带来幸福的他，却遭遇了他的不理解。对道辉而言，这是极大的打击。他提出了分手，从此他将孤独前行。然而命运的编织者不允许他这么做。栗子恰好此时打来电话，感激他之前送的贴纸，因为那他才换得马克杯。但当朋友问候之际，直辉忍不住泪水涌动，不得不谎称手机没电，挂断了电话。未曾料到栗子却有了大胆的行动，他才刚与背叛他的前女友结束关系，一夜之间却拥有了别人的女友。心碎的直辉在电话中失声痛哭。栗子不顾一切从东京市中心跑去，直奔青井泽的篮球队训练营，查看了下距离，其实并不算远，大约160公里左右。经历一路颠簸的栗子在清晨的体育馆找到了直辉，几句简短的对话让直辉情不自禁。现在仍然被人误认是川崎教练女友的栗子紧紧拥抱在怀，奔波一整夜，甚至一度迷恋直辉的心跳，让他毫不犹豫地将他推倒。两人在暧昧的氛围中变得手足无措，直到栗子的手机铃声打破了沉默，这才意识到无法维持这样的姿态。直辉难得的提议是否去拜访川崎教练的提议，栗子笑称未化妆且手空如也，委婉拒绝了。然而在送栗子上回程巴士时，恰被川崎教练目睹。或许教练此刻也感到了被戴绿帽的疑惑。川崎教练虽早察觉栗子对道辉有意，在此之前一切尚无定论，他也未曾表态，毕竟与栗子并未确立关系。尽管他总向他人介绍栗子为女友，目睹训练场上的直辉，川崎感到了一股竞争意图，重返球场参加分组对抗赛。结果不意外，直辉所在组惨败，遭受跑山的惩罚，一阵脚踝疼痛迫使直辉停下脚步。未曾想到此举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线。当晚川崎得知道辉与蔡月分手的消息，即他决心投入篮球，不考虑新恋情。川崎原以为道辉会提及栗子的访问，却意外听到不同的流言。而栗子在和麻衣讨论感情时，也坦白自己真正喜欢上了直辉。他明白不应介入直辉与蔡月之间，但决定面对真心，向川崎坦白心迹。麻衣虽不理解栗子的选择，仍支持他的决定。次日面对川崎，栗子没有犹豫，坦诚了自己的感情。当川崎故作不知询问对象时，突如其来的父母到访打断了对话。川崎虽对父母的到来吃惊，但依然向父母强调栗子是其未婚妻。碍于当时的情况，栗子难以明言拒绝，陪同这家三口共度晚餐。长辈离去后，栗子欲再谈之前的事，但川崎不肯给他机会，坚称不会轻易放手。无论竞争者是直辉还是他人，自信能给栗子带来更大的幸福。栗子心中纷乱，独自漫步回家，在小区球场偶遇练球的直辉，两人关系依旧暧昧不明。栗子玩弄着对方新愈合伤口的皮肤，意识到彼此都有所牵挂。直辉意识到自己太过分，急忙向栗子道歉，希望两人仍可坦诚相待，互相支持。但栗子的情感已超出预期。分手后不久的乙女再次联系清纯的前男友，自信对方仍旧挂念着自己，为联系直辉找借口。蔡月提出归还私物，直辉前去取回。直辉无法容忍背叛，归还钥匙，断然拒绝与前女友做朋友的请求。蔡月意外沦为孤独一人，他无情至极。见蔡月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自己，便与公司女同事搭上，关系进展迅速至极。栗子亲吻后悔不已，突破了界限后不知如何面对直辉。川崎教练即将出国工作，那枚道德绑架式的巨大订婚戒指成了栗子心头沉甸甸的负担。超市偶遇直辉，栗子转身就跑，穿着高跟鞋的她显然不敌运动员的速度，终究被直辉追上。直辉含着歉意表达对川崎教练的敬意，愿意仅将栗子视作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他的话语间隐隐透出对栗子感情的婉拒。栗子聪明，理解了直辉未说出口的拒绝，情感难以抑制，无法接受，还像以前一样与直辉纯友谊相处。直辉的决绝令栗子备受打击，他追问直辉为何还要追上自己，为什么对他仍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心。双方最终情绪复杂的分开。更糟糕的是，栗子酒吧演奏遭遇失常，受到指责，他的小提琴梦想似乎一夜之间瓦解。这一幕被心机满满的蔡月看在眼里，偶遇多次的蔡月再度装上完美的面具，前来安慰栗子。当他发现栗子琴盒上的8号球衣吊坠，似乎明白了栗子的心绪，坚持要与栗子成为朋友，交换了联系方式。而对蔡月与直辉分手的内情一无所知的栗子陷入圈套，在爱情与工作的双重挫折下，栗子迎来了24岁的生日，母亲的及时电话让她强忍泪水，故作坚强地宣布可能放弃小提琴。角落里的直辉无意中目睹了这一切，看着在黑暗中暗自落泪的栗子，他的心也如被针刺般痛楚。然而他没有立场，也无权前去安慰，默默地转身，孤独地离开。那熟悉的篮球击打地面的声响仍旧吸引了栗子的目光。一整天，直辉似乎重回他的犹豫不决，在心中挣扎是否应该打电话祝栗子生日快乐。直到夜深，目送着为栗子准备派对的麻衣和秀智外出采购，我终于拨出了那通电话。他尽力保持语气淡然，简短的送出祝福后便欲挂断，却被栗子希望听到篮球声的生日愿望打断。栗子万万没想到，那个他深爱的声音如此之近，那个男人与新欢偷偷约会的白昼全然未察觉。前女友的阴影正计划如何再度掌控他。自栗子生日那日，两人确定关系后，茶辉的状态异常出色，在球场上所向披靡，使蔡月的新男友显得不堪一击。而蔡月再次见到帅气回归的直辉，心中火热的爱意复燃，开始策划如何回到前男友身边，即便不成，也不允许前男友过得比自己好。对直辉和栗子来说，新爱情的到来同样带来了是是非非。此时的川崎教练仍自诩为栗子的男友，不仅赠予了他那枚巨大的订婚戒指，即将出国前还特意向茶辉示威。得知栗子与他私下会面后，带着道德绑架的口吻对茶辉说，相信他不会做出越轨之事。茶辉和栗子决定在向川崎澄清前，暂时保密他们的关系。未料在球场不期而遇蔡月时，被他撞个正着。而那时蔡月已经知晓他与下属的暧昧，只有自己孤独承受不幸的他，自从在酒吧偶遇栗子后，在洞悉了对方的内心想法后，随即用朋友的身份巧妙地拉近距离，即便是在与栗子共进晚餐的时候，也巧妙地装作不经意间泄露自己与道辉往昔的恋爱片段，诉说着他们的相遇过程，道辉是如何向他深情告白的，回忆恋爱期间直辉在他家过夜，以及他帮忙清洁浴室的点点滴滴，详细描述了情侣之间那些私密的瞬间。这让栗子感到非常缺乏安全感，甚至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也难以集中精神，因为之前在酒吧表演被观众指责，栗子失去了在众人面前演奏的宝贵机会，受到爱情纠葛和职业琐事的双重打击。他决定采纳母亲的建议，回乡探亲，并且和直辉约好在他返乡前见上一面。而已经结束训练前往篮球场的道辉，却在途中偶遇了一个没有伞，在暴雨中独自淋雨的蔡月。面对曾经那个性格暴躁的前男友，如今展现出的温柔，蔡月感到懊悔不已，眼眶开始泛红。与此同时，栗子也在约定的时间到了，她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法式吐司，满怀期待地等待在篮球场。不知这场意外的暴雨是否会动摇他们之间尚且脆弱的感情。这位曾经的背叛者，现在正拥抱着他曾经欺骗的清白前男友，撒娇着请求他不要离开。但那位身穿绿裤子的前男友，显然还没有忘记那段被欺骗的悲伤历程。何况他现在正要去见他的现任女友。直辉礼貌地拒绝了蔡月的要求，同时温柔地为他留下了自己的雨伞和毛巾。他毅然穿过瓢泼大雨，赶往栗子那里。然而，这位心机满满的女人怎会轻易放过他？出于对栗子感受的担心，直辉并没有坦白自己刚才与蔡月的邂逅，而是谎称因为训练延迟而迟到。但两人刚刚寒暄几句，蔡月的电话就直接打到了栗子手上。电话中传来的言不由衷的关心，让栗子感到极为不悦。他只好赶快催促直辉回家。然而随后回到家的秀智和麻衣，在无意间的闲谈中提到，今天的球队训练实际上是提前结束了。栗子顿时意识到直辉并没有对自己说出事实真相，心境沉重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数日后，栗子心情稍缓归来东京，刚抵足书店，欲与麻衣共进晚餐，却不期然遭遇挑衅的蔡月。蔡月的话中巧妙提及即将离境的川崎教练，尖锐质疑猜疑栗子是否背叛了教练的信任。直辉为制造隔阂，故意泄露自己的不忠往事，嘲讽两人只是梦想空洞、自卑至极的人相聚，彼此在一起只是互相指点伤疤。麻衣感智，听到挚友受辱，义愤填膺，欲与蔡月理论，被栗子急忙制止，避免冲突升级。另一侧，道辉的突然行为实在让人失望。栗子为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勇敢站出来。自那次偶遇道辉新欢，他便念念不忘荣月。此刻的言辞再度冒犯了蔡月，批评他除了外貌，其他尽是空虚。
见前女友受此对待，直挥怒火中烧，冲动一拳直指蔡月，两人激烈冲突，幸亏队友及时介入，避免了更大的纷争。这段刺激的八卦自然被秀智带回了合租公寓。栗子本就对道辉的心事摸不着头脑，接到改期约会的短信，更是心乱如麻，夜不能寐，独坐床边直至黎明。晨光熹微，篮球场上传来熟悉的球声，栗子压抑心事终于爆发，将所有疑惑摊开，追问直辉为何欺瞒，为何要如此维护曾经劈腿的蔡月。直辉无法忍受这些提及蔡月的指责，他打断了栗子的话，两人愤然分道扬镳。但幸运的是，在经历了整整一天疯狂的篮球投掷之后，道辉最终将自己纷乱的心绪理顺清晰，在蔡月温柔的再次示好面前，他毅然做出了坚定的拒绝决定。现在他的心中已然有了一个分量极重的人选，即便在过去他多么的依赖蔡月，现在他也必须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。而此刻，在栗子的家里，却意外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身影。简短的寒暄过后，栗子毅然拿出那枚象征着承诺的订婚戒指，归还给了川崎，并且坦白表达了自己心属道辉的真实感受。川崎的脸上流露出失落的神色，尽管心中有着不舍，他还是表达了对他们的美好祝福，表示只要栗子能找到幸福，他就心满意足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目睹其他的男人从自己女朋友的房间里走出来，那会是怎样一种心情？道辉坚决地拒绝了曾经欺骗他的前女友的挽回企图，他驾驶着自己的小摩托，风驰电掣般地赶往栗子的家，却在抵达的那一刻，恰巧目睹了川崎教练正推门而出。在栗子的心中，他从未真正与川崎有过深入的交往，但在外人眼中，道辉的行为无疑是挑战了界限。他没有犹豫，立刻追上了川崎，开始了一场真诚的心灵沟通，坦白了自己无法控制对栗子感情的事实。尽管自己还不够优秀，不够强大，但保护栗子，珍惜与他的感情的决心，绝对不会输给任何挑战者。川崎展现了成熟的一面，面带微笑。这对情侣竟然说出了惊人相似的誓言。在这个节点上，川崎除了祝福他们，别无选择。那种成熟男人独有的魅力，在这一刻被完美的展现了出来。经过了这场意外的插曲，两个人的感情也终于得到了和解。道辉的脚伤和栗子的职业问题，这些曾经不愿意在对方面前提起的隐私，现在他们开始坦诚的分享和讨论。但就在一切看似能够重新开始之际，道辉却在训练中突然倒下，他的脚伤已经严重到必须要立刻进行手术的程度。听到医生的诊断后，在场的蔡月不顾道辉的犹豫和不安，强烈坚定地要求立即安排手术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接到了一通可能改变命运的陌生电话。曾凭借在酒吧的魔力锻造他意志，却不幸因一位客人而失去工作机会。那客人竟是知名音乐企划公司的高层理事，他们正筹备一场盛大的管弦乐盛会，而急需一位技巧娴熟的小提琴手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栗子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契机。对于一心追求小提琴艺术的栗子，无疑是通向命运转折点的光芒。他没做丝毫犹豫，立刻将此消息告知道辉，然后立刻投入到紧张且充满激情的一周特训。他全力以赴，希望能在试演中脱颖而出，即便是在短暂的休息时间，也只能挤出几分钟与道辉相见交流。随着练习的日趋高效，状态也日渐上升。恰逢道辉接受手术的当天，他也正式迎来了自己的演出试镜。幸运的是，辛勤的付出终得回报，栗子顺利获得了演出的机会。他迫不及待想要与道辉分享这份喜悦，却在这时从麻衣那儿了解到了手术的消息。栗子匆忙赶到医院，却在病房外被蔡月一眼识破。情绪失控的前任在这一刻戏剧化上演，他在道辉的母亲面前泪流满面，倾诉着自己对道辉深沉的情感。道辉的母亲对这段新恋情还浑然不知，很快就被蔡月那伤心的姿态打动，对他表示了坚定的支持。这一幕让栗子感到无比的喜悦，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是否真的能够比肩那位细心的前任。蔡月的优势不容小觑，栗子疑惑道辉是否真的能够坚守初心。当演出准备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，道辉和栗子再难有机会相见，他们只能通过短信传递彼此的鼓励与支持。终于在演出当天，道辉身着光鲜的西装，手持一束栗子最爱的向日葵，在栗子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栗子的汗水和在舞台上的出色演出赢得了理事长的赞赏和认可，他被邀请加入公司的青年管弦乐团。然而，乐团所要求的练习和演出强度非同小可，还需长期驻扎在专门的训练基地。受到蔡月影响的栗子对于与道辉的分离感到不舍，于是他委婉地拒绝了理事长的诚挚邀请。直辉心中明白，他不想成为栗子追梦路上的绊脚石，他内心做出了一个痛苦而坚定的选择。他们一同回忆起在小球场初次相遇的那个画面，那时两人都在各自的事业上遭遇挫折，尽管对对方的专业知之甚少，他们却有了一种默契，承诺要成为对方的首位支持者。他们的关系从朋友逐渐发展成了恋人，始终相互鼓励，为对方的梦想加油。而现在，他们怎能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停止前进的步伐？这位身着高跟鞋的女孩
正奋不顾身地追逐前方的公交车，车上正好坐着他自半年前起就杳无音讯的恋人。自从栗子决定接受直辉的鼓励，前往清景泽加入弦乐团的训练营，他就单方面断绝了与直辉的联络。他们没有正式告别，栗子甚至注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但在他离开的那一天，当他路过他们常去的小球场，看到那广告板上留下的言语，他明白直辉会永远支持他的梦想，即便他们的未来未必还能交织在一起，但那份相互信赖的心意将永远不会变。就这样，他们各自走上了追梦之路。直到半年后，由于一个特别的演出，栗子短暂地回到了东京。遗憾的是，在车站与直辉擦肩而过，却在不经意间遇见了川崎教练。两人经过久别重逢后，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。离开川崎的地方后，栗子了解到直辉近况，但分开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对自己是否还在他心中存有位置感到不确定。直到最后，他听到川崎说的那番话。此刻，脚伤痊愈后重返赛场的直辉已经成为球队中的关键得分手，表现出色。球队也终于重返联赛半决赛，期待着翻盘的机会。而曾经背叛他的前女友蔡月也终于看到了直辉的成长和价值。然而，他们的过往终究无法重来。他在那个空旷的球场上独自落泪，无人安慰，悲伤涌上心头，为那段已无法复原的深情，同时为自己曾经的失误深感懊悔。随着决赛的脚步日益临近，直辉下定决心要去清景泽寻找栗子。在这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时刻，他怀着坚定的愿望，希望栗子能在场见证。他从早等到晚，而乐团的练习却迟迟未能结束。在回忆中，宿舍管理员对栗子赞不绝口的情景历历在目。面对宿管阿姨的言语，直辉心中的犹豫更甚。阿姨曾说，在这个地方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内登上正式演出舞台的实属罕见。栗子对音乐的那份专注和辛勤努力，最终换来了与付出相称的认可与回报。时光流转，直辉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与栗子相见，最终他选择了静静的离去，留下了那只代表两人之间支持和羁绊的小向日葵。决赛之日终于到来，与球场上紧张激烈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乐团，在这最后关头，所有演员都在紧张的排练。然而，肩负重要演出任务的栗子却在此时放下了他手中的琴弓。